我们两个在一起1年多了，刚开始我觉得他挺好的，基本上可以说是对我百依百顺，不管我有什么要求，他都会满足我。我的家庭条件不太好，之前也谈过恋爱，但最后都是因为这事分手了。我很喜欢他，我也很珍惜这段感情，所以说在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有所隐瞒。我觉得他这样做真的挺过分的，两个人在一起不就是应该要坦诚相待吗？今天他为了这种事儿骗我，明天说不准为什么事还会要再骗我呢。隐瞒家里的事儿是我不对，但是他现在却变了很多，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，还和别的男人挺亲密。我想问问他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的改变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这个改变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在改变的背后又藏着一些什么呢？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常27岁，来自吉林，是一名客服专员；女嘉宾小张24岁，同样来自吉林，是一名行政助理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欢迎两位哈，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？愿意。愿意。谈恋爱谈了多久啦？我俩谈了1年多了，我是在广告公司做客服啊。有一次给客户打回访电话，打错了，打他那里去了啊。就这么聊了半天，才发现是打错了啊。我发现他挺与众不同的，就这样我俩加了微信，慢慢熟悉了，就开始交往了。电话情缘。对。感情怎么样啊？一开始挺好的，那时候我经常上班加班，挺晚回家的，他对我也挺好，搁家做好饭等我，挺幸福。现在出了什么问题了？来这儿了？最近就是我发现他明显变了，说话总是讽刺我、挖苦我，而且现在是看我哪儿都不顺眼。我最重要的是，我发现你还和别的男人来往挺密切的。我都和哪个男人来往密切了？这可是电视台，你不能往我身上扣帽子。那我以后我出去怎么办呢？最近下班挺早的，我好几次要接你下班，你都是推三阻四不让我去。然后有一天我先给你个惊喜吧，我上你楼下等你去了。你看你是怎么做的？有个人给你接走了，还给你束花，我后边追你吧，没追上。我给你打电话吧，你各种挂。后来呢，你还把手机关机了，你们干什么去了？那谁那么重要啊？那就是我一同事，那天我们同事聚会，然后他就送花了是吧？他就顺道直接给我拉过去了吗？哎，同事聚会还送花啊？那天他让我带过去的。哦，明白了啊。还有什么呀？还有是就是那个有半夜10点多，我快睡觉了，他接个电话，明天我听说打电话是男的，那风风火火的打扮一下就出去了。我问他啥时候回来，他也没说。我说是谁呀？他也不跟我说。就是朋友叫我出去玩啊。是你听见打电话那个人是个男的，那我又不是和他单独出去玩，我们是一群朋友出去玩，有男的也有女的，只不过就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而已。那假如说那天要是换个女的给我打电话，那是不是就没有这事儿了？也不是，你就不给我矫情这事儿了。我不是说跟你矫情这事儿，关键是好几次了，而且你现在是看我都不顺眼，总是讽刺我、挖苦我。讽刺你什么呀？那天往楼下送垃圾的时候，他也看不顺眼。回来说我半天，那本来就是嘛。你在家穿的随意也就算了，你出门上面穿一破褂子，底下穿一大裤衩，穿一拖鞋，你就塌了出去了，你让别人看见怎么办呢？我感觉那挺好，挺居家的，我就打扫卫生，我还穿多隆重是吗？你居家，你应该在家里对我居家，你在外头居家算什么事儿啊？让邻里邻居看见了，以为我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啊？你现在不就是瞅我不顺眼了吗？啊，你觉得是为什么呢？我就是因为我之前嘛有的事瞒着他，没跟他说，他听这事儿的，现在对我感觉就变了。什么事儿没对他说？我家是农村的嘛，家庭条件挺不好的啊。我家里盖的房子也是父母攒了好几年才盖起来的。上大学的钱吧，也是父母东拼西凑借来的，供我上大学。之前我在大学里边谈过2次恋爱，后来我跟他们直接都跟他们说我家庭情况了，他们也后来都离开我，都跟我分手了。所以说我就是太在乎你了，我就是没想跟你说这事儿，你知道吗？这很重要吗？隐瞒家里情况，这是个多大的事儿啊！而且你要是在乎我的话，你就应该刚开始和我坦白。你刚开始说和现在说根本就是2种性质。你一开始没跟他说你们家是个亿万富翁之家吧？刚开始他就和我说他们家是普通工薪阶层啊，然后就是什么也不愁，房子也有。哦，这是骗人了。刚开始交往那时候我就没太说实话。这我知道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了。你说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知道我对你啥样？自从交往时候，我工作也挺拼命的。你说在公司加班加点吧，有时候出去我还做兼职去。你说这么长时间了，有啥事我不就挺满足你的吗？你说那是你喜欢苹果手机，我二话不说都给你买了吗？过情人节的时候，你说喜欢大牌子香水，我也给你买了。就节假日前，我感觉礼物我都没少了啊。那我不是也给你买过东西吗？
是你给我买过，不过现在你变啥样了啊？咱俩沟通交流越来越少了，每天回家前你就抱手机搁那聊天，发短信打电话，有时一打1、2小时那么打。跟谁呀？那是我一好朋友，那我又不是每天都打1、2个小时电话。那你说我好朋友给我打电话，偶尔打一次，那我们就多聊了一会儿，能怎么了？再者说，我就感觉吧，不管是再亲密的2个人，那是不是都应该双方留一点自己的空间呢？姑娘，我有一个问题突然想问啊，就是同样他是欺骗啊，就是说他说他是工薪阶层，突然有一天他告诉你说，我老爸其实是个亿万富翁，你还怪他吗？我觉得那也挺生气的。也生气哈，但是没现在这么气哈。那倒是。你看，你最近就是当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你发现了他对你冷嘲热讽是吧？对对对。然后你除了看到他跟同事出去玩，帮同事拿花，你还看到过什么吗？上次我们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吧，他看着一个包，挺好的，反正也挺贵。我说吧，等我攒点月工资，回头给你买了。当时他说啥？我可花不起你钱，你干脆把你钱攒到优家去吧。完，但没过2个月，我后来发现他背上这包了。那就是朋友给我买的包啊，那又怎么了？他们家条件还算是可以，那个包对你来说，那个包对你来说可能是负担挺重的，那对他来说根本就是不算什么。而且我们2个玩的比较好，他就是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了。那你说，那他都买给我了，我不能说我让他退回去吧？得1万多吧？1万多，随便就买啊？那他给我买了，我不能说，那你送给别人吧？为什么不可以说不要呢？男生女生啊？男生。为什么送给你啊？因为我们俩平时关系比较好，都是同事嘛。然后就有一次我在办公室，我也说过，就这包挺好看的，然后他就是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了我。就你随口说一句这包好看，你的一个好朋友就花1万多送你只包？那他什么心思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没。你不知道？不是，那他的心思我不能控制，对吧？那你知道，没让你控制啊？他什么心思啊？可能是对我有好感吧。那他是没说出口，所以我也没法，我也不好说。那人家知道你有男朋友吗？知道。他们经常出去玩，经常发那朋友圈，有人还问我说：“你俩是不是怎么样了？你让别人怎么看我？”那不还是因为最近咱们经常吵架吗？那吵架我指定伤心呢，我就是想在朋友圈发泄一下。我就觉得你变了。我就觉得我没变。好，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伙子，你觉得如果一个人穷，家里穷，什么品质最要不得？自卑吧。你是个自卑的人吗？肯定是有。你说那阵儿被别人甩的时候，我后来我都有点绝望了，所以说一开始也没跟他说。你说的答案跟我脑海中想象的一样。最可怕的就是自己瞧不起自己，认为自己家穷是件丢人的事情。不管你的前任女朋友甩你是什么原因，你受了多大的伤害，你就是你，你不可能咔嚓一下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因为前面有人甩了我，所以造成我自己嫌贫爱富，我嫌弃自己的背景，嫌弃自己家庭条件。讨厌自己的人，没有人会喜欢。如果你没有嫌贫的这份心，为什么要对他隐瞒？隐瞒的结果是什么？用谎言遮盖谎言，得到的最终是谎言。你用欺骗赢得的感情，最后可能失败于欺骗。自卑的人不可爱。你现在对他的种种要求，啊，你变心了，你怎么样？我一说真实情况你就嫌贫爱富了，还是自卑。如果你不自卑的话，我家里是这样，对不起，原来我撒谎了，将来我会努力。你如果愿意爱我，我会对你好，我很爱你。如果你想离开我，你想去找条件更好的人，我给你自由，但我希望你给我机会。这是一个不自卑的人面对这份感情正常的态度。而你呢，依然自卑，喋喋不休，抱怨，这反而让人瞧不起。收起自卑的那些东西，尽量别让别人看不起。反过来，女孩，咱们都成年人了，一点都不傻。一个男性送自己一个1万多块钱的包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？知道什么意思还接受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有点意思。既然心里有点意思，就别不好意思。因为你有点意思了，还假装不好意思，对他来说就特别不够意思。我觉得是那男的有意思，但我没意思。你没意思拿别人1万多块钱东西，你好意思啊？礼尚往来，那我也请他吃饭了呀。你这样的朋友多介绍我认识几个，我也不好意思意思。
别骗人了，我说他骗了你，你不也在骗他吗？谎言，用谎言对待谎言，得到现在俩人都在说谎，都是谎言。如果真的对他或他的家庭有介意，就直白的告诉他；对那个条件比较好的男生有好感，也直白的接受他。都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，我觉得既然原来是谎言，你也不要拿这个谎言作为分手的借口。想在一起就在一起，不喜欢瞧不上就算了，好合好散。别到最后你这边黏黏糊糊，外面还勾勾搭搭，然后弄得他哀哀怨怨、哭哭啼啼，有意思吗？没意思，特别没意思。我就这个意思，好吧？谢谢马老师的意思啊。姑娘，你那样做，我觉得有点欠考虑。人要自尊。有的东西可以要，有的东西是不可以要的。你有选择爱情的权利，你可以跟他分手，你可以去追求任何人都没有问题。但是现在你们俩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，你还是要拎清楚。小伙子，家里穷不是缺点，没关系，你有一双手，你大学毕业，你应该靠你自己的努力，创造更好的人生，可以让自己更强大。你把你自己武装得更好的时候，我相信有更多的、更美好的姑娘一定会来找你的。撒谎是最不好的事情。如果一个人能面对自己，面对自己的人生，可以勇敢地告诉他，我就是这样的，这一份爱情是纯真的。靠撒谎骗来的这种爱情不可能长久，把你自己做棒了，一定会有美好的新的爱情。希望你们有自己最好的选择。好，谢谢岳红老师。小伙子，你这么努力的花钱为他，我想问你，你的父母这么含辛茹苦的供你大学毕业，然后有工作了，你给他们做了什么？没有。你忘本了，你不知道感恩，或者说你根本不知道感情应该怎么去付出。应该把这些钱自己要攒下来给家里寄一寄，让他们有欣慰。这种方式给到了女朋友错了，你养成了他说你就有这么多的实力，他想要什么就给什么。但突然有一天发现你给不了，完全是你在打肿脸充胖子的时候，他就看不上你这个瘦子了，他会觉得有落差了。你应该让他知道你值得让他爱的那点是什么，你的勤奋，你的专一，你的责任。而女孩呢，我相信你啊，对那个送你包啊、给你花的那男士一定是没有感情的，因为你知道，他们比不上他，他们仅仅比他强的就是钱，但那个钱不是你看中的，但是是你喜欢的，所以你才接受了那么贵重的礼物，但是你没有离开他。但是你这么做，就拿马老师话说，就很没有意思。把东西还给对方，或者你要用了的话，把钱给人家，用自己钱给人家。如果你真是认清楚他是你真正值得去爱的人，就要对他好，对他负责，好吗？谢谢徐总。涂老师，他要是一辈子就这样呢，就这么穷，你要跟他在一起吗？在一起。真能在一起？但是他勤奋。那你在接受别人1万块钱包的时候，可曾想到，当你把那个包背上的时候，给他带来的是多少的凌辱？你想过吗？没想过。所以我说，什么人呢，就招什么人。一个自卑而又虚荣的男人，注定会招一个虚荣的女人。你一开始说，因为你没钱，所以有些人瞧不起你。但我想说，只因为贫富的差别而瞧不起一个人的那些人，本身眼睛是瞎了。你明明知道嫌贫爱富是错误的，你还错误的去拼命的讨好那种虚荣的人。你明明知道，当哪一天你维持不了了，就即便是因为你打工，你也给他买不起香水，买不起包包，维持不了他想要的物质的时候，他就会给你翻脸。你明明知道，但你还在努力的维持，直到今天这个样子。所以说，男人可以穷，可以没本事，但不能没骨气。没骨气的话，就一切都完了。天天捧着那2张钞票，仰着头去买自己所谓的爱情。如果爱情可以买得来的话，一定会被更高的价格所买走，那叫欲壑难填。我问你啊，你接受那1万块钱的包的时候，内心没有一点挣扎？这1万块钱毕竟不是小数目，即便你也请他吃个饭了不起几百块钱，你不觉得有点烧手？你怎么能接受得下来呢？说实话，我当时真的没有考虑那么多。不是没有考虑，是在那一刹那，虚荣掩盖了一切，就是想得到，所以你没有想别的，跨上再说。
其实如果你要是真的爱这个男人的话，当他把所有的谎言都抖露出来的时候，你应该是2种复杂的情绪焦灼在一块儿，一方面是愤怒，因为你欺骗了我；一方面是心疼，因为他在努力地维持着他表面上的面子。他确实虚荣，但是他没有吃软饭，他没有靠别的，他打很多份工来维持这个，所以既让人可恨，又让人心疼。这应该是作为一个爱人真正的感想，你没有。我分明从你的脸中是看出了嫌弃的，但是你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虚荣，你还是有一点点不好意思，有一点点。要不然的话，不会刚才哭的眼泪也出来了，鼻涕也出来了。所以说，我觉得，如果要真谈恋爱，不是游戏，那就不要端着所谓的面子，1是1，2是2，彼此在一块儿。2个人能够奋斗到什么地步就过什么样的生活。如若不能，你是真的就是喜欢虚荣的生活的人，那你就找那样的日子去，但别糟践他，好吧？有真情就坚持一点真情，要是没有真情也别矫情，就这样。大抵在这个世界上，面对家庭、面对生活的时候，最不能要的是谎言和虚伪。最终你们自己去选择。生活是你们自己的，不是我们的。下面珍惜这宝贵的时间吧，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其实我知道一开始骗你是我不对，但咱们经过交往这1年半，我是真有点舍不得这段感情，你知道吗？要我也不能说是故意去骗你或隐瞒那么长时间。我觉得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就是不应该和同事搞得那么暧昧，然后让你看着心疼。不管咱们以后就是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吧，我觉得这确实是我的问题，我以后一定会改。其实那阵我一直也挺纠结这些事儿，我知道这阵对你的态度也挺不好的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对你做不对的地方吧。尽量能啊。还有一次选择帮助的机会，是你要还是你要？我要吧。你要哈。对。来，我们有3种方式，你看一下。A. 寻求现场观众的帮助 ；B.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；C. 再一次的求教爱情导师。你的选择是？我选择 C 吧。啊，再一次的求助涂磊老师是吧？来吧，涂老师。从今天开始，去了所有的伪装，把一切真实的情况浮于水面，该怎么做人怎么做人。该怎么跟父母交代，怎么跟父母交代。如果他要是愿意，可以等他一段时间，去告诉他父母真实的情况。如若真不是有意而为之，你还可以给他一个机会。因为我觉得他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虚荣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来，2位交换一下箱子。2位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接下来我们当然要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了。一起来数5个数：5、4、3、1、7，请开门。哦。改天要是在一起，双请那个给包的那个朋友吃个饭，把包还给他。来，站到这儿来。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为我们牵手的嘉宾朋友提供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基金，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，好吗？来，你喊吗？你喊吧。开始。停。不错啊，恭喜1500元的这个旅游基金。下面我们就要请出我们的小花童了，来，请开门。选择幸福，选择亚赛和来盼盼，盼盼到家，安居乐业。把这个戒指给那个叔叔。谢谢你。好。好了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对年轻人的浪漫的时刻吧。我知道之前骗了你是我不对，刚才老师们都跟我说了，我以后肯定会好好的做回我自己。咱俩交往这么长时间了，嫁给我吧。
跳了。这个可以抱下去啊。太沉了，别抱。元宵节嘛，就跟抱个元宵一样。好吧。好。怎么还不开门？这一看就身体好。身体好。哎，刚夸他，你看这孩子。谢谢大家。啊，好嘞，再见。